3、2、1，不是，外面这是啥动静啊？破门！不许动！等等，我还有一个刚想出来的段子没写。大胆，还敢抹黑圣上，回去诛你9族！这人天天骂总书记，不会一会进去被直接打死吧？来人呐，把他头套摘了吧。书记，下次能不能换个联系方式啊？就不能像王局那样打个电话得了，非得给我摁那儿。哎，那不一样，他已经被人发现了，你还没有。行吧，应该是我喷你喷的比较狠，嘿嘿嘿。你信不信我把你发配到海边，和赵立坚一起钓鱼去？书记您吩咐。我有一个心头大患，需要你去调查一下，记住不能声张。明白，这个事我只给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告诉别人哦。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5播出的新闻大写，我是你们的张狗剩。今天的主角叫令完成，他是令计划的弟弟。这个听起来不像是名字的名字，却让中南海那帮神经紧绷的家伙们夜不能寐。金融时报从讯问他的美国情报官嘴里抠出点消息，用他们的话说，令完成可能是30年来最具情报价值的中共叛逃者。他哥哥令计划，那个当年在中南海里呼风唤雨的大内总管，眼看自己要从巅峰摔成肉酱的前一刻，竟然脑洞大开，把亲弟弟打造成一枚直奔大洋彼岸的脏蛋。他塞给弟弟的2700份机密文件，里面藏着什么？故事的起点得从加州那个叫卢米斯的鸟不拉屎小镇说起。内华达山脉脚下，一个叫卢米斯的高档社区，这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一派岁月静好的富庶景象。社区里有一栋占地2.5英亩、建筑面积高达725平方米的豪宅，红顶黄墙，5个卧室，6个卫生间，厨房里甚至还有一个带葡萄酒冰箱的酒吧区。这栋豪宅的前主人是 NBA 球星本诺尤德里。2013年9月，一个化名王成的中国商人用250万美元现金买下了这里。他的邻居们对这位新来的王先生印象不错，觉得他是个毫无疑问的绅士，低调慷慨。他喜欢打高尔夫，是当地帝国牧场高尔夫俱乐部的常客。这个王成就是令完成，令计划最小的弟弟。就在他买下豪宅后不到半年，2014年初，他突然开始急切地挂牌出售这栋房子，标价一度高达389万美元，但很快他又降价到289万，再到275万，却始终无人问津。到了2014年11月，他干脆不卖了，将房产从市场上撤了下来。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举动。一个刚刚安家落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地想要逃离？答案很简单，他不是在生活，他是在逃命。他能感觉到那张从北京撒过来的大网正在缓缓收紧。令完成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他是一个被3方势力同时盯上的人。第一方当然是中国，北京方面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动用秘密警察和特工，不择手段地将外逃人员劝返或直接绑架回国。令完成正是这场行动的头号目标。第二方是他的庇护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早就找上了门。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的报道，大约在2015年初，2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找到了令完成的邻居，询问他的联系方式。这位好心的邻居很单纯，不仅提供了电话号码，还亲自在电话里为双方做了介绍。在美国政府眼里，保护令完成不是在保护一个普通居民，而是在评估一件高价值资产的成色。除了中美2国政府的暗中角力之外，还有一个更具戏剧性的第3方猎手入场了，他就是喜国大总统郭文贵。2015年，郭文贵斥重金聘请了美国的私家侦探，对令完成展开了全天候的监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搜集，而是一场私人发起的带有强烈表演色彩的围猎。2017年，一段令完成与家人在美国加州高尔夫球场生活的视频被媒体明镜网独家发布。这段视频首次向外界证实了令完成在美国的行踪和生活状态。郭文贵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进一步爆料，称这段视频是自己聘请美国私家侦探公司 T&M 公司监控令完成时录制的。该账号还公布了部分侦探报告的文件，报告详细记录了拍摄时间：2017年3月29日上午9点半，地点加州卢米斯镇的帝国牧场高尔夫俱乐部，并确认了视频中的男子就是令完成。郭文贵的目的可能是想向北京证明自己有能力在美国找到并监控中国政府的头号目标，也可能是为向北京方面纳投名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那时郭文贵还没完全反共，还是在高喊拥护习主席。这段视频的出现，第一次向外界证实令完成并没有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他就在加州的阳光下过着看似悠闲的富豪生活。
郭文贵的介入让令完成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令完成的存在本身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秘密。郭文贵的曝光行为打破了中美双方围绕此事的默契和僵局，将一个地缘政治的暗战变成了公开的新闻事件，使得局势越来越复杂。那么，一个商人，哪怕是高官的弟弟，何以引来如此兴师动众的跨国追捕和超级大国的密切关注？这就引出了我们故事的核心，那个足以让中共最高层夜不能寐的2700份机密文件。2016年2月，美国一家以爆料情报界内幕著称的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报道。报道援引几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令完成已经投诚美国，并向 FBI 和 CIA 等机构交出了大约2700份他哥哥令计划从中办窃取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被形容为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这2700份文件里到底有什么？根据这篇报道的说法，文件的内容简直是无精彩了周杰伦，精彩绝伦。主要包括3大类，每一类都足以引发一场政治地震。第一，核武器的钥匙。这不仅仅是泛泛的军事机密，而是直指中国核武库最高控制权的核心信息。据称，令完成向美方披露了中国领导人启动核武器的整套程序细节，包括进行核打击前的准备步骤，以及启动核武所使用的加密代码。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掌握了中国战略核威慑的开关和保险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泄露，而是国家最高安全防线的洞穿。虽然有评论认为这类密码会定期更换，但其泄露的程序和逻辑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第二部分是中南海的秘密。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掌握着中共权力中枢的运行图。据报道，泄露的文件包括了中南海内部使用的安全密码和通讯代码，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所使用的建筑蓝图、指令和管控信息等。这等于把中南海的神经系统完全暴露给了对手。从领导人的通讯方式到指挥系统的运作流程，再到核心办公区的物理布局，一旦被外国情报机构掌握，中南海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毫无秘密可言。第三是高层领导的黑材料，这是最具政治杀伤力的一部分。令计划作为服务过3代领导核心的大内总管，10多年间经手了无数的内部文件和下面打的小报告，他因此可能掌握着大量关于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及其亲信的可能令人不安的个人信息，甚至是腐败证据。这些信息一旦被引爆，不仅会颠覆相关领导人的公众形象，更可能成为外国政府用来要挟、分化中共高层的致命筹码。在华盛顿自由灯塔爆料的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也跟进报道。《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情报官员正在审讯令完成，并评价他可能成为30年来最具情报价值的中共叛逃者。但《金融时报》对文件数量以及文件是否已经到了美国人手中没有提及，这是悬在中国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这些指控属实，令完成就不仅仅是一个叛逃者，他是一个抱着核按钮叛逃的人。当然，故事还有另一面。卫报采访到了令完成在美国的代理律师格雷戈里，面对如此耸人听闻的指控，这位律师代表令完成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称关于他拥有大量机密并已交给美国政府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和诽谤，称令完成是高尔夫爱好者，来美是为了分享高尔夫球技，而非国家机密。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究竟有没有这2700份文件？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在情报和政治博弈的世界里，一个被证实的威胁有时候不如一个可能存在的威胁。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这篇报道本身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情报战，通过一个与美国情报界关系密切的媒体放出风声，他们目的就是想告诉北京，令完成现在是我们手里的王牌，我们知道他有什么，你们最好掂量一下。而令完成律师的否认同样是这场游戏里必不可少的一步，这既是为他未来可能申请政治庇护保留法律上的清白之身，也是维持这种战略模糊状态的关键。只要炸弹没有被证实引爆，谈判的桌子就永远存在。北京被迫要在最坏的假设下行事，而华盛顿则手握着这份巨大的筹码。这枚薛定谔的核弹不需要真的爆炸，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武器。于是，一场围绕着令完成的长达数年的外交暗战和情报角力就此拉开序幕。棋盘的一边是中国，习近平上台后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海外追捕外逃贪官的猎狐和天网行动。中国的逻辑很简单，这些人是中国的罪犯，理应被遣返回国接受审判。为此，北京方面持续不断地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交出令完成。棋盘的另一边是美国，中美之间至今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主要原因是美方对中国的司法体系、人权状况和死刑制度抱持怀疑，这成了美方拒绝中方要求的完美法律挡箭牌。每当被问及令完成的案子，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辞令都像复读机一样，我们鼓励中方向美方提供清晰的、显著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便我们的执法机构展开调查。这套外交辞令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们偏不给，除非你拿出让我们无法拒绝的交换条件。在这场公开的外交太极背后，是肮脏的地下战争。中国的特工们早已渗透进美国，用各种非法手段执行任务。他们伪造身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入境，在美国招募同伙，对目标进行骚扰、威胁，甚至策划绑架。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表示， FBI 平均每10个小时就要开启一项针对中国的新调查，其中许多都与猎狐行动有关。然而，在这场猫鼠游戏中，最诡异的一点出现了。2015年，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一份摆明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名单，在全球媒体上大肆宣传。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头号目标的令完成，他的名字无论是令完成还是化名王成，都不在这份名单上。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最想抓的人藏起来？这正是整个事件中最能揭示本质的细节。把令完成的名字公之于众，等于向全世界承认，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党最核心、最机密的心脏部门被彻底攻破，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情报泄露事件。这种家丑是绝对不能外扬的。更重要的是，一旦公开将他列为通缉犯，就等于为他申请政治庇护提供了最完美的理由。他可以说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所以，北京的策略是分裂的，也是虚伪的。台面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表演给国内民众看的反腐大戏，台面下是一场不惜一切代价要抓到令完成的秘密情报战争。那个公开的百人名单固然重要，然而顶尖重要的人不会出现在这里。美国政府显然看穿了这场游戏，他们一边在公开场合义正言辞地要求中国提供证据，一边在私下里将令完成这枚棋子牢牢攥在手中，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叫出最高的价格。这盘棋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反腐，而是关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筹码。令完成这个加州的高尔夫球手就是棋盘的中心。要理解这盘棋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几十年前，回到山西的黄土高坡，去看看这个姓令的家族是如何从革命的尘埃中崛起，又最终在权力的烈焰中焚烧的。故事的起点在山西平陆县，令氏兄弟的父亲名叫令狐野，这是一个被革命理想彻底格式化了的人物，一个活在政治口号里的男人。令狐野年轻时学过医，有点新派作风，爱照镜子梳头，结果被他那看不惯的农民父亲把镜子给砸了，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抛弃在老家的原配妻子和长女，带着药品投奔延安。在延安，他成了一名革命干部，官至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医务科长。1962年，他带着在延安再婚的妻子和5个孩子卸甲归田，回到了平陆县。他当时的级别是13级干部，相当于副师级，每月工资165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这个从延安回来的老革命，性格偏执而极端。他免费给乡亲们看病，但有个前提，先问出身成分。如果是地主富农，他不仅不给看，还会大怒着把人赶走。他挖窑洞时雇人干活，给贫农的工钱就多，还递烟倒水，给地主富农的钱就少，还专门派重活。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塑造了整个家庭的底色。他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了这种革命式的行为艺术。令狐野夫妇的工资加起来，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总收入。家里条件优渥，孩子们穿的是供销社买的洋布，吃的是蜂蜜蘸馍。但令狐野为了忆苦思甜，竟然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5个槽，让孩子们围着木槽吃饭，理由是省碗。村里人回忆说，那场景像喂牲口一样。最能体现令狐野政治烙印的，莫过于他给孩子们取的名字。他酷爱读报，就从报纸上最时髦的词汇里给子女命名。大女儿叫令路线，后来改名为令方针；二儿子叫令政策，三儿子叫令计划，小儿子叫令完成。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这一个家庭的名字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共政治口号史。在令氏兄弟中，将父亲的政治遗产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家都熟知的老四令计划。令计划的早年履历堪称一部教科书式的寒门贵子奋斗史。他作文写得好，书法漂亮，为人低调稳重，小心谨慎。从县印刷厂的工人到团县委副书记，再到被共青团中央选中，调入北京，成为团中央书记的秘书，他一步一个脚印，最终登上了权力的中枢，成为胡锦涛主政时期10年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号称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这是一个手握巨大权力的职位，所有递交给最高领导人的文件，所有最高领导人发出的指令都要经过他的手。他被认为是最高领袖最信任的心腹。然而，在聚光灯之下，令计划在暗影里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王国。这个王国的名字叫西山会。根据媒体人罗长平的爆料，西山会的出现差不多是2007年。它是一个以山西籍高官为核心的勾连政商的神秘圈子。这个圈子的门槛极高，成员主要是山西籍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少数经过身份认可的山西籍大商人。他们的聚会方式极其隐秘，地点通常在北京西郊的豪华会所，每隔不长于3个月就要聚会一次。聚会时有专用的豪车接送，所有人的手机、秘书甚至情人都必须隔离在外。饭局的费用则由那些获得入场券的商人来买单。西山会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资源交换。官员们通过这个平台抱团取暖，互相提携，编织一张覆盖全国的权力网络。商人们则通过向权力输诚换取项目、牌照和商业上的便利。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以乡情为纽带的利益集团。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山会的权力版图，感受一下它的能量。令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政策，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金道明，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这份名单令人不寒而栗，它几乎囊括了山西政坛和部分中央部委的关键人物，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山西帮。在共产党的列宁式集权体制里，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党要求的是绝对忠于中央、忠于核心。而令计划作为负责保障中央运转、监督高层纪律的大内总管，本应是这套体系最忠实的捍卫者，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建立了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王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腐败问题了，这是一种政治图谋，是对更高权力的挑战。所以伴随着后面令计划的倒台，山西会的这些人都一一被清洗。当令计划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编织他的权力之网时，他那个声称不喜欢搞政治，将来要好好挣钱的小弟弟令完成，则在商界开辟了另一条战线。令完成的履历也是亮眼，吉林大学经济系高材生，一头扎进新华社，从底层爬到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总经理，政局级大员，风光无限。可2003年，这位官场老江湖突然玩起惊天一跃，于是辞职下海，化名王成，拖着家族那堆见不得光的无形资产，直奔资本市场杀伐而去。谁说官场是牢笼？对他来说，那不过是跳板，下面才是真战场。他的封神时刻藏在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这家私募基金里，他总能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破公司上市前神准插一脚，然后等股价疯涨，潇洒套现走人。收益率高到什么程度，让人怀疑是不是提前偷看了剧本。最经典的案例，非山西老乡贾跃亭的乐视网莫属。汇金立方早在乐视网上市前就悄无声息地砸钱进去，那时候乐视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视频小站，行业里优酷土豆们正烧钱烧得热火朝天，年年亏本数亿，血流成河。可乐视呢，他宣称自己是唯一盈利的视频公司，就凭这神话顺利登陆创业板。要说行业逻辑，那是不存在的。后来真相大白，从2007年到2016年，乐视网10年如一日的财务造假，那所谓盈利纯属编故事，假的像贾跃亭的下周回国承诺。为什么这么假的报表还能一路绿灯？因为他们搞定了关键人物，时任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办公室副主任李亮。当时李亮手握生杀大权，多年后李亮栽了，官方调查直指他面对乐视的违规报表视而不见，违规帮助乐视审批。到2012年1季度末，汇金立方抛售股票时，这笔投资的回报率爆表，回报率达到了1685%。再挖深点，乐视网早期股东和高管里有个叫李军的家伙，他的姐夫正是那位王成化身的令完成。令家出事后，贾跃亭立马脚底抹油，溜到美国逍遥至今，扔下下周回国的烂梗。一个掌权，一个赚钱，哥哥守着通往国库的门，弟弟拿着钥匙进去搬钱。这个以家族为单位的政商联合体，完美诠释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阶层的系统性腐烂。而摧毁这个精密仪器的，却是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10分，北京的北四环宝福寺桥上，一辆黑色的法拉利458 Spider 跑车在刚刚下过雪的湿滑路面上失控，以极高的速度撞向桥体的水泥墙和护栏，巨大的撞击声撕裂了凌晨的寂静。这辆价值数百万的超级跑车瞬间解体，变成一堆燃烧的废铁，
车上共有3人被巨大的冲击力甩出车外，男性驾驶员当场死亡，2名女性乘客身受重伤。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像一颗引爆了中国政坛的炸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政治剧毒。首先是车，这辆法拉利跑车，据后来的调查披露，是西山会成员、时任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用国企钱购买，送给令家的礼物。然后是驾驶员，死者是令计划年仅24岁的独子令谷。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一个大内总管的儿子开着来源不明的顶级跑车深夜狂飙，这本身就是一桩足以引爆舆论的丑闻。还有乘客，车上2名身受重伤的女子都是25岁的藏族姑娘，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她们的身份同样敏感，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另一个则是一位著名活佛的女儿。其中一位名叫杨吉的女孩，后来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更致命的是，车祸发生的时间点仅3天前，2012年3月15日，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刚刚被宣布免职。整个中国政坛正处于高度紧张和敏感的时期，令谷的这场车祸就像一桶汽油，被浇在了本已熊熊燃烧的政治大火上。这起车祸很快宣判了令计划政治生命的死刑。为了掩盖儿子的死因和这桩惊天丑闻，令计划在车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动用中央警卫局封锁了车祸现场，并试图控制所有知情者，抹去一切痕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央警卫局是负责保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精英部队，是中共的禁卫军，是政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的忠诚对象只能是党的最高领袖和党的中央，绝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而令计划为了处理自己儿子的私事，竟然擅自调动这支御林军，这个举动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已经超越了滥用职权的范畴，是一种视国家公器为私产的傲慢，更是一种潜在的政治野心的流露。他向最高层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令计划是否认为这支保卫中南海的武装力量是他可以随意调遣的私人卫队，这才是令计划真正的原罪。车祸丑闻最多让他身败名裂，断送前程，而调动警卫局这个行为则直接让他从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变成了一个对体制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这起法拉利车祸最终变成了一块试金石，试出了令计划内心深处对权力的真实态度。他不是体制的忠诚守护者，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家族利益和党的纪律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让他彻底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也为他日后的万劫不复埋下了伏笔。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咋了，平平？发生啥事儿了？你知道今天发生啥事儿了吗？令计划那孙子把警卫团调去给他儿子平事儿了，朕马上要登基了啊！那以后都是朕的亲卫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侧着睡的炕不能让别人躺。那个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哎，我不是清华毕业的吗？不重要，反正我不管。过2天得把他和薄熙来这俩山西土包子一起送去挖煤。车祸的政治后果立竿见影。在2012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18大上，原本被视为进入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的令计划，不仅未能入常，甚至连政治局委员的门票都没有拿到，成为1949年以来唯一一位没能进入政治局的中办主任。他被调离了中办这个权力中枢，转任相对边缘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这无疑是一次彻底的政治贬黜。对于一个习惯了在权力核心运筹帷幄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政治上的死缓。令计划知道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清算只是时间问题。正是在这个政治生命已经宣告死亡的时刻，这位心思缜密的计划者开始着手准备他最后也是最狠毒的一份保险单。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就在令计划被调离中办进行工作交接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2012年9月之后，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失效的权限和对中办运作流程的熟悉，系统性的分批次的影印了大约2700份他经手过的绝密文件，然后他将这些拷贝好的文件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弟弟令完成。这是一个冷血而决绝的计划。令计划将自己曾经宣誓要用生命去保守的国家机密变成了与国家同归于尽的人质。他把自己的亲弟弟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火药库。他赌的是，只要这份脏弹存在，只要他有可能在美国引爆，当局在处理他本人和他的家族时就会投鼠忌器。从那一刻起，令计划的身份彻底变了。他不再是一个落马的腐败官员，他成了一个国家的叛徒，一个精心策划了中共情报史上最大定时炸弹的阴谋家。他的计划从如何攀上权力巅峰，变成了如何在坠落时拉上整个体制为他陪葬。而完成这个最后计划的，正是他的弟弟完成。
令主任，我敬您一杯，这是300年的汾酒，您尝尝。不喝，前清的酒喝不惯。令哥，这是200斤的龙虾，您得尝尝，捞上来花了2天。不吃，太小了。等等，给它壳缝上，放缸里再养2天。令书记，您这是？哥，你有啥心事啊？2014年6月，他的二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被中纪委宣布调查，这是令氏家族崩塌的明确信号。这个信号也激活了令计划的末日计划，潜伏已久的令完成开始行动。2014年秋天，令完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的出逃路线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有报道称，他并非直接飞往美国，而是取道香港和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很可能与早已出逃的侄子令狐建会合。令狐建是令计划大哥令方真的儿子。大哥早逝后，令计划带他视同己出，叔侄2人随后一同前往美国。这条曲折的路线是经典的情报人员脱离路线，为了在最大限度地模糊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和出境时的法律状态。这再次证明，令完成的出逃不是一次仓皇的逃亡，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害怕被反腐追责的商人，他是一个信使，一个肩负着特殊使命的死士。他身上携带的是哥哥令计划押上整个家族性命的最后赌注，完成的出走是计划的最后一步棋。这盘棋的另一方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中国当局在得知令完成叔侄的去向后，立即通过多个外交和情报渠道向美方提出遣返要求，甚至表示愿意派专机去美国接人。但持有合法签证入境的令完成成了美国手里的一张王牌。美方以需要遵循法律程序为由，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一场围绕着这个叛逃者的全球追杀和反追杀正式上演。令完成的出逃迅速将这场中共内部的政治清洗升级为一场复杂而激烈的中美外交博弈。北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一场旨在将令完成捞回国的外交总动员。从2014年底开始，中国政府通过多个外交和情报渠道持续不断地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遣返令完成。这场外交施压在2015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前夕达到了顶峰。据报道，遣返令完成是中方代表团访美议程上的一个核心诉求。面对北京的急切要求，华盛顿方面首先是拿出法律盾牌，称中美之间至今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美方给出的理由常年不变，对中国的司法体系、人权状况和死刑制度缺乏信任，这为拒绝中方要求提供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法律外衣。其次是程序太急，每当被问及此事，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辞令都像设定好的程序一样，要求中方提供清晰的、显著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便美国执法机构展开调查、移送和起诉。这句外交辞令的潜台词是：我们知道你想要它，但主动权在我手里，除非你拿出足够分量的筹码，否则一切免谈。在这场公开的拉锯战之下，是双方在各个层面的秘密交锋。两国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等机制进行着持续的沟通。2016年1月，中国中纪委官员刘建超首次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中方正在就令完成一案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这一表态等于将这场秘密的追逃行动半公开化，也证实了令完成在美国的战略价值之高。为了显示合作姿态，也为了增加谈判筹码，美方甚至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向中国遣返了潜逃美国14年之久的前中航官员邝婉芳和商人杨进军。这是一种精妙的政治信号，美国可以合作，但合作的对象和范围由我们说了算。令完成显然不在此列。这场外交博弈的复杂性在于，它并非简单的要人与不给的二元对立，它是一场混合了国家安全、政治筹码、司法差异和人权问题的多维棋局。令完成本人就是这盘棋上最关键的那枚棋子，他的存在让中美两个大国陷入了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对峙。时间快进到201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一天，令计划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庭审是秘密进行的，这与当年公开审判薄熙来形成了鲜明对比。官方通报称，令计划因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3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金额被认定为7708万余元人民币。这个判决结果表面上看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但如果你仔细解读这份简单的判决书，尤其是其中关于国家秘密的罪名，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微妙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令计划的罪名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注意这个词，获取而不是泄露。如果指控他泄露国家秘密罪，那就等于官方公开承认中国的核心机密已经失控，
并且落入了外国势力之手。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向华盛顿和令完成传递了一个复杂的信息：第一，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已经越过了红线，所以我们判了你无期徒刑；第二，但我们没有把话说死，你哥还没嘎，事情还没有到完全不可挽回的地步，劝你不要给美国资料；第三，我们把皮球踢给了你们，接下来怎么走，取决于你们的选择。这个判决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它标志着中美双方在这件事上进入了一种恐怖的僵持和平衡状态。北京不敢再有过激的举动，以免刺激令完成和美国撕破脸，而美国也乐于维持现状，手握这张王牌，待价而沽。故事到这儿，活像一出没头没尾的荒诞喜剧，却偏偏画了个完美的闭环，令氏家族的命运就这么自娱自乐的谢幕了。咱们倒带回起点，那位黄土高坡上的革命老爹令狐野，他给儿子们取名时，脑子里塞满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指望他们执行那伟大的计划，最终完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听起来多励志啊，像极了那些年贴满墙的宣传画。可现实呢？先说政策，爬到副部级宝座，本该风光无限，结果栽在腐败上，判了12年半。再看计划，家族的大内总管，最有前景的孩子，野心勃勃的宏图大略，本该搅动风云，却在秦城监狱的铁窗里灰飞烟灭，无期徒刑，计划泡汤。最后是完成，那个本应是家族赚钱事业最终的完成者，成了现在家族最后的希望。他带走的那些机密，是王牌还是炸弹？还记得2014年他那套在美国卖不出去的豪宅吗？2019年8月，终于以210万美元贱卖，比买入价亏了40万刀。从此令完成人间蒸发，没了踪影。中美双方在公开场合再也没有提到他。令完成消失，故事真的结束了吗？舞台上的灯暗了，后台的灯才刚亮，新的主角正躲在帷幕后面试麦，新的旋律在调音台里闪烁，旧文件会长出新编号，旧阴谋也会换个包装重新上市。毕竟计划从来赶不上变化。将来有七八，将来有七八，将来有七八。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声张吗？嘿嘿嘿，书记您放心，我和观众他们说了，让他们不要外传。等你回了北京，我再和你算账。你找到令完成了吗？我卧底在国老七那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那文件呢？书记，你还不了解我，我办事你放心，我已经拿到了。行，你尽快带回北京，这次记住，千万不要外传。明白。哎，奇了怪了，我的文件，放哪儿去了？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不对啊，那谁，你来一下，这稿子不对啊，第一页咋写的？什么中国核弹发射手册啊？算了，来不及了，今天就讲这个得了。